一位离异的独居女性在家中遭遇了袭击，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挣扎着按下了报警电话。但是凶残的歹徒没有给她任何机会，在接通电话的那一刻，她遭到了致命一击。察觉到异常后，警方立即赶了过去。在到达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不解的犯罪现场。通过调查和走访，警方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最大的人员，但是这名嫌疑人却拿出了一份可靠的不在场证明。虽然警方非常不甘心，但是迫于无奈，他们只能重新调查。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也就是这个细节让他们成功抓获了一个隐藏在角落里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格伦维尔，它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距离马里兰州边界以北32公里，是约克县的一个非建制社区。主人公莫妮卡出生于1954年12月13日，案发时55岁。莫妮卡成长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她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家人的眼里，她是个勤奋好学并且非常有上进心的人。当时她有一个当医生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份理想，高中毕业后她报考了一所医学院。在上学期间，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约翰。约翰也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志向相同，性格也非常互补。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在大学期间，两人相互帮助，一起成长，最后都以非常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可是就在即将实习的时候，莫妮卡却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当时她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就业，那就意味着她将放弃掉这个孩子，放弃就业就等于放弃了她的理想，这2样她都不想放弃。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最终在信仰的作用下，她选择生下这个孩子。她决定等孩子长大后再去完成自己的事业。1981年，莫妮卡和约翰正式结婚。婚后，她成为了全职主妇，丈夫约翰顺利拿到了学位，他获得了一份收入非常不错的工作。原本莫妮卡打算等孩子长大一些再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不过在做家庭主妇的这段时间，她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她非常享受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于是几年后，他们又有了第2个孩子。此时的莫妮卡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雄心壮志，她安心在家相夫教子，赚钱养家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丈夫约翰。约翰表现得也相当不错，他努力工作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一家人过上了优质的生活。可是当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婚姻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经过几年的打拼，约翰已经在行业站稳了脚跟，渐渐的他发现他与妻子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于是在2003年，他们结婚的22年后，约翰向莫妮卡提出了离婚。莫妮卡对于这个决定感到非常难过，她非常虔诚，同时她还深深地爱着约翰，于是她便拒绝了。不过约翰铁了心要离婚，他为了达成这一点，甘愿净身出户。最终在经过5年的不断协商下，莫妮卡同意签下了离婚协议，她获得了房子的所有权以及大部分财产，另外约翰每月还要支付给她1700美元的赡养费。可是在离婚的仅2年后，一场意外又让这2个人牵扯到了一起。2010年3月31日下午3点左右，当地警局办公室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接通电话后，对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York County 911 Dispatcher 65. Hello. Hello. 原本接线员以为这可能是个恶作剧电话，不过出于职业操守，他还是挂断重新回拨了过去。可是在尝试了多次后，这个来电号码一直处于占线的状态。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迅速追踪到了打电话的位置，并派出了一位巡警查看情况。这位巡警在到达后，他敲了敲门，发现没有人回应，于是在表明身份后，他推门走进了房间。来到客厅后，他发现了可怕的一幕，一名浑身是血的女性倒在了地上，经检查，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巡警见状立即呼叫了支援，几分钟后，凶案调查人员赶到了现场。通过核实驾照信息，警方首先确定了受害者的身份，她正是55岁的莫妮卡。当时莫妮卡倒在了一张桌子的旁边，她的脸上有淤青，头部有一处枪伤，
旁边桌子上的电话听筒被拉了下来，电话数字按键的1和9上分别都有血迹。通过这些迹象，警方有了初步判断。他们推测莫妮卡在遭到攻击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但是歹徒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接通电话的那一刻，她遭到了致命一击。得出结论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他们试图寻找能够支持这一理论的线索。很快他们就有了重要发现，在他的尸体不远处，警方找到了一枚.32口径的手枪弹壳。由于没有在他家找到任何枪支弹药，所以这枚弹壳被确定来自凶手的武器。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这名凶手的作案动机。通过对房屋检查后，他们首先排除了入室抢劫的可能，原因是警方在他家找到了很多现金，这些钱就被放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其中一部分装在了一个透明的袋子中，另一部分被分别装进了一些白色的信封里。这些信封上详细标注了每一笔钱的用处，例如水电费、各种账单之类的。这个发现让警方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凶手既不图财也不图色，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跟他有某种仇恨。于是在结束了勘查后，警方联系了莫妮卡的家人，准备了解情况。当时她的2个女儿都已经成年，她们都不在当地，于是警方只好找到了距离她家最近的一个亲戚，也就是她的哥哥埃里克。警方从他哥哥那里得知了为什么在他家里有这么多现金的原因。根据埃里克的描述，莫妮卡不相信任何一家银行，她也没有银行账户，平时她所有的开销全部都是现金交易，这其中也包括了她的前夫约翰支付给她的赡养费。因为支付赡养费的问题，约翰对莫妮卡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埃里克直言不讳地说道，一定是约翰对莫妮卡进行了残害，生前他就多次说起过，如果自己发生了意外，一定是约翰干的。有了这些线索后，约翰就成为了头号嫌疑人，于是警方马上找到了他。在约翰的家里，警方把莫妮卡遇害的消息告诉了他。约翰在得知后表现出了非常夸张的举动，他先是做出了非常难过的样子，然后他又捂住脸痛哭了起来，在这同时他还会偷瞄警方的反应。这种拙劣的表演让警方更加加深了对他的怀疑，于是他被带回了警局。在审讯室里，约翰可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他向警方坦白了。他主动承认他对前妻的离世并不感到伤心，刚才的表演只是为了不让警方怀疑他，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是最大的嫌疑人，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听完约翰的描述后，警方又向他询问起了赡养费的问题，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作案动机。然而在约翰这里，警方得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根据约翰的说法，他确实因为赡养费的问题对前妻产生了一些不满，但是不满的原因并不是钱给的太多了，这些钱在他看来并不算什么，主要是他的前妻没有银行账户，他每月都要按时把这些钱给他送到家里也就算了，无非就是耽误点时间。但是更过分的是，莫妮卡在收到这些钱后还会拿出一部分来再还给他，这些钱被装在一些信封里，他要根据信封上的付款信息再用支票帮前妻支付各种账单。之前他就曾经与莫妮卡沟通过，能不能直接帮他付掉，因为这种来来回回的现金交易非常费时费力，但是莫妮卡一直坚持这种付款方式，这让他感到非常崩溃。他每月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前妻进行沟通，他认为莫妮卡一直在折磨他。原本约翰以为他在讲述完毕后，警方会打消对他的怀疑，但是没想到却起到了反作用。听完他的描述后，警方更加认为他有作案动机了。看到警方始终无动于衷，约翰又主动提供了不在场证明。约翰告诉警方，案发的当天，他一直和一名叫 Sarah 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一起参加了协会组织的2场聚会。随后，约翰给警方提供了当时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员名单以及他们的联系方式。案发的第2天，警方对约翰的信息进行了核实，他们首先找到了这名叫 Sarah 的女性。Sarah 告诉警方，她和未婚夫提姆都是约翰的好朋友，同时他们3人也都是当地一个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简称 OSS， 里面的会员全都是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的精英，平时他们会定期举办交流会，讨论一些赚钱的门路。案发当天，他与约翰先在一家餐厅吃了午餐，之后他们又参加了协会组织的交流会。Sarah 详细给警方讲述了当天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员名单，他提供的这些信息与前一天约翰的说法一致。到这里，警方还是不能完全相信约翰和 Sarah 的说法，
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参加过聚会的所有人，一一进行了核实。当时这些人的说法都与约翰和 Sarah 的描述基本一致。考虑到这么多人同时做伪证的可能性不大，于是警方也相信了约翰案发时不在现场。但是即便是这样，警方仍然怀疑他可能间接参与了这起案件。不过目前他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只能继续寻找线索。接下来警方又对莫妮卡的邻居进行了走访，其中有一位邻居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根据这名目击者的描述，案发的当天下午，他曾见到过一名陌生男子从莫妮卡家的方向走了出来。当时这名男子看起来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拿着一些白色的类似信封的东西。最后他上了一辆银色的面包车离开了这里。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认为这名男子手里拿的很可能就是莫妮卡家中装有现金的信封。结合这些线索，他们认为这名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警方按照目击者提供的嫌疑男子的行车方向进行了调查。当他们来到一个叫杰斐逊的村庄时，他们发现路边有一家银行的取款机。警方立刻意识到取款机上的摄像头或许能给他们提供线索，于是他们与银行方面取得了联系。他们获得了案发当天的所有监控录像。通过一帧帧的仔细检查，警方一共发现了10几辆符合描述的可疑车辆，但是由于监控画面非常模糊，他们使用了各种技术都没有看清楚车牌信息，于是这条线索也就中断了。虽然目前警方掌握了很多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到最后都没有任何进展，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尸检上。案发的3天后，警方拿到了尸检报告，报告结果证实莫妮卡死于枪击，凶器是一把.32口径的手枪。她在死亡前有过反抗行为，法医在她的指甲里获得了凶手的 DNA 信息。虽然现在警方有了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是当时的 DNA 检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警方也没有闲着，他们继续针对莫妮卡的熟人进行了调查。从她的哥哥那里，警方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根据埃里克的说法，莫妮卡在离婚后与一名勤杂工的关系比较亲密，这名勤杂工会帮助她处理一些家庭维修，但是这些工作他通常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感觉这一点很可疑，他们认为莫妮卡与这名勤杂工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于是警方把他传唤到了警局进行了询问。根据这名勤杂工的描述，他确实与莫妮卡很熟，但是他们仅仅是朋友关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不收钱的原因主要是感觉她作为一个独居的女性，日子过得比较辛苦。听完她的描述后，警方又向她询问起了案发时候的活动轨迹。这名勤杂工表示，案发时他一直在60多公里外的一个封闭社区里工作，没有在当地出现过。警方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于是对他的不在场证明进行了核实，但是结果让警方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根据出勤记录以及当时的监控录像证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到这里，警方已经没有了嫌疑人，调查的进展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虽然当时的警方非常沮丧，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随后警方又重新检查了之前的调查材料，试图寻找是否有遗漏的地方。在查阅调查笔录时，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当时在对 Sarah 问话时，他证实了约翰的不在场证明，并且他还表示他和未婚夫提姆都是 OSS 协会的成员。但是当天他和约翰参加了聚会，未婚夫提姆却没有参加。Sarah 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过解释。之所以之前没有对提姆进行调查，是因为他并不认识莫妮卡，但是鉴于目前这种情况，警方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条线索，于是他们对提姆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后发现，提姆是一名退伍老兵，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从资料来看，他怎么也不像是有作案嫌疑的人员。不过警方在国家犯罪信息中心输入了他的名字后，得到了一个非常震惊的结果。提姆在年轻时有过犯罪前科，他曾经因为抢劫被警方处理过。更加引起警方怀疑的是，当时提姆在抢劫时使用的正是一把.32口径的手枪。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线索，提姆和莫妮卡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唯一一点就是他是约翰的朋友。这时突然一种想法涌上了办案警员的心头，难道是约翰指使提姆实施了犯罪吗？为了证实这一点，警方又对约翰进行了调查。他们获得了约翰的手机通话记录，结果发现案发早些时候他与提姆有过通话。调查到这里，警方基本确定了凶手的身份，接下来他们需要找到更加直接的证据才能实施抓捕。
根据最早目击者提供的线索，他们确定这名凶手在行凶时开着一辆银色的面包车，于是警方对提姆的车辆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后发现，提姆名下没有这种类型的车辆，但是他工作单位的货车与凶手的座驾特征非常相似，于是警方又前往了提姆的工作单位进行了调查。通过查询当天的车辆使用信息，确定提姆在3月31号，也就是案发的那天，使用了单位的银色面包车。有了这些证据后，警方获得了搜查令，突袭了提姆的家。经过检查后，警方在他家找到了一把不属于他的手枪，后来这把枪被证实是偷来的。除了这把手枪外，警方还在他家的后院发现了几枚手枪弹壳。由于提姆有过严重犯罪记录，按照相关规定，他不允许持有任何枪支，所以警方首先以这项罪名把他关了起来。在被警方逮捕后，提姆马上请了律师，在律师的介入下，他拒绝回答警方提出的任何问题。事后，警方把在他家搜查来的手枪以及弹壳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这把手枪与案发现场的枪支口径不符，但是在后院发现的弹壳与案发现场的弹壳型号一致。随后，警方又找到了提姆的未婚妻 Sarah 进行了问话。经过他的证实，提姆确实曾经有过一把.32口径的手枪，但是这把枪在案发后就突然不见了。虽然 Sarah 给了警方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这仍然是间接证据。随后警方又采集了提姆的 DNA 进行了对比，对比结果证实莫妮卡指甲里的 DNA 与提姆的 DNA 完全一致。调查到这里，人证物证都已齐全，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提姆的作案动机。之前警方怀疑很可能是约翰雇佣了提姆实施了犯罪，但是警方在对两人的财务记录调查后，发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来往，这个结果也就间接排除了这种假设的可能。为了了解清楚这个问题，警方再次找到了约翰。他们首先询问了约翰，案发当天他与提姆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根据约翰的描述，他和提姆的未婚妻 Sarah 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为了避嫌，每次他们见面时，他都会提前与提姆解释清楚，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给他们制造家庭矛盾。案发那天早些时候，他通过提姆联系上了 Sarah， 然后他们才有了后面的活动。由于约翰的说法比较合理，加上警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与这起案件有关，于是警方终于把他排除了嫌疑名单。现在约翰已经完全清白了。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警方对案件进行了梳理。他们认为提姆在与约翰接触时，得知了他的前妻莫妮卡有在家放现金的习惯，于是他便产生了抢劫的想法。选择莫妮卡作为抢劫对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约翰与前妻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即便是在作案后也不会有任何人怀疑他。于是在案发的当天，提姆开着那辆面包车来到了莫妮卡的家。在抢劫的时候，提姆遭到了莫妮卡激烈的反抗，并且在反抗的时候他还拨打了报警电话。出于担心事情败露，提姆开枪结束了莫妮卡的生命。由于电话已经接通，他知道警方很快就会过来查看情况，于是他急忙拿了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离开了他的住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钱没有被拿走的原因。2014年10月8日，案发的4年后，案件终于进入了审判流程。由于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所以审判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陪审团在经过商议后做出了一致的裁决，提姆因1级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虽然他被判处了死刑，但是自从1999年以后，宾夕法尼亚州没有一个人被执行过，所以大概率提姆会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